洛洛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。儿媳炒菜故意往锅里倒了半袋盐，老刘齁得想喝水，儿媳干脆舀了一瓢开水泼在他腿上，老刘烫得连连后退，站都站不稳。大儿子却站在一旁没有丝毫反应。没有办法，老刘只能瘸着腿去村里的卫生所上药。上完药已是半夜，东北冬天的夜是刺骨的寒冷，但敌不过老刘的心寒。他一生育有3个儿女，长子长女都已成家立业，只有小儿子还是单身，在城里打工。前几天小儿子打来电话要钱，老刘将仅存的5万都转给他。儿媳知道后愤愤不平，当晚他就给大儿子出了个主意。翌日大儿子一反常态，杀了只大鹅，煮了一桌好菜请老刘喝酒。3杯2盏下肚，老刘不仅暖了胃，更暖了心。大儿子趁机提出老二在城里工作，家里的房子和地早晚都是我的，我看就直接过户给我得了。老刘满口答应，改天就去办手续。大儿子等不及，拉着老刘的手在协议上按下手印。待过户手续一办好，儿子儿媳的态度立马变了。早上老刘和往常一样早早出门干活，虽然他已是70多的高龄，却每天不得闲，要扫家里的雪，上山捡柴火，给牛准备吃食。累了半天，老刘中午赶回家时，儿媳早已没了踪影。大儿子正忙着打游戏，老刘问他什么时候吃中午饭，他没有回头，不在意地说：我们吃完了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没等你。事实上儿媳特意早早吃饭，还叮嘱大儿子要把饭吃完，一口不能剩。老刘没找到吃的，只能喝杯水对付对付。晚上他一点不敢耽搁，干完活早早等在家里。没想到儿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给他泼了一瓢开水，还换了家里大门的锁，将他的被褥扔了出来。老刘从卫生所回来时，只能接受自己的寒冬腊月被亲儿子赶出来的事实。他背上行囊，忍饥挨饿步行几公里去投奔女儿。女儿倒是孝顺，立马给老刘准备吃喝，还打电话为老刘撑腰。你两口子也太不是人了，特别你那个娘们也太恶毒了吧。大儿子顺势提出，要不你给咱爸养老。女儿倒也不怕，他养就他养，可他就算想养也有心无力。她已经嫁人，有了自己的小家。女婿对此很是不满，我的爹妈还在外面当过，老丈人住在家里算什么事儿？你把他当爹，他没把你当女儿，好处都给了儿子，到头来让我们养。两口子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。老刘不想女儿为难，默默背着行李离开。他在外面晃荡了一天，直到深夜，他又冷又饿，实在扛不住，才去求助村长。村长给老刘找了一个库房，先将就一晚。至于吃的，库房里就一包打开的过期的方便面。老刘啃着过期方便面，一种苦涩的味道在口腔回荡。翌日，村长召集了长子长女一家开家庭会议，商量老刘的养老问题。村长话音刚落，大儿媳就不耐烦道：我不养，他把好处都给了小儿子了，凭什么让我们养啊？老刘气得浑身哆嗦，反驳：我就给他5万块钱，你们结婚我还出了20多万呢。大儿子理直气壮道：谁家结婚不花钱呀？大儿媳也附和：谁家娶媳妇儿不要房子不要地呀？没房子没地，我可能跟他儿子吗？女儿则痛斥他们贪得无厌。村长赶忙调停双方的争吵。咱瓜子们得研究一下，学子还得给老头怎么赡养啊？怎么办呢？他说20呗，那钱都是老二了。那没给你啊？给我了，给我养了，给我。那你那地房子哪来的？你盖的房子？就是我不得生活呀。那咋养的？他养儿子不应该的呀。那你养老的不应该了呗？村长拍板，每家都得出养老费，儿子1年1000，女儿1年500。至于住的地方，儿女都不愿意接老刘回家，还是村长给老刘找了间废弃的破屋。老刘牵着自己唯一的伴儿，那头老黄牛，载着几床破被子搬到破屋。这里堆满了垃圾，窗户的玻璃已经破碎，他用了半天的时间来打扫，给窗户蒙上一层塑料布。中午想要做饭，烟囱堵了，烟雾蔓延至整个家，饭是吃不成了。一天就在这样的兵荒马乱中结束。翌日，女婿给老刘送来半袋土豆和50块钱，外孙女也来看老刘，可他才刚开口说话，女婿就呵斥他快点回家写作业。
老刘没办法抱怨什么，毕竟比起儿子来，女婿已经做得太好了。大儿子一直没有给老刘养老钱，村长打电话去催，大儿子忙着打麻将挂了电话。明眼人都知道老刘的养老费是要不到手的。村长低头叹了一声，我给你找点活吧，多少挣点儿。村长介绍老刘给别人家收玉米，可他已经70多岁，动作要比年轻人慢很多。他的老黄牛也养了10多年，很少拉重活儿。回去的路上，玉米车陷进坑里，一人一牛费了9牛2虎之力，也没从坑里出来。玉米的主人看到后拿过鞭子奋力抽打老黄牛。老刘早将老黄牛当作亲人，那一鞭鞭就像抽在他身上一样疼。玉米的主人扔给老刘一笔钱，说道：明天别来了。老刘找不到别的活儿，为了生存，他只能捡垃圾卖钱。大儿子知道此事后，愤愤地找过来踹飞垃圾说：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老刘反驳：我捡垃圾有什么丢人的？你和你媳妇儿把我赶出来都不嫌丢人，你要给我1分钱，我还用捡垃圾吗？大儿子没理，不再争吵，只留下一句：懒得理你，你越来越胡搅蛮缠了。老刘用捡垃圾的钱买了油盐酱醋，换上窗户玻璃，眼见日子一天天变好。小儿子从城里赶回来，但他回来不是为了给老刘做主，也不是为了将他接过去赡养，而是想结婚了，回家拿钱。老刘拿不出钱，他就毫不犹豫地转身回城。晚上，老刘做了顿热热的土豆，听着收音机正在播放福利彩票的中奖号码，他不禁想，如果自己中奖有钱了，孩子们估计也能孝顺。他用剩下的钱买了张彩票，命运也终于眷顾了他一回。老刘得了头奖，可他去兑奖时才发现，彩票老板是骗子，卷着钱跑路了。老刘身无分文，儿女也1分钱不给，逼不得已，他只能卖了老黄牛。老刘叮嘱中间人，这牛跟了我10来年，最好别卖给杀牛的。但他心里其实很清楚，买这个年纪的牛除了吃肉，也没有其他价值了。牛和人一样，没有价值就得死。老刘让老黄牛最后饱餐一顿，看着他走远，消失不见。没了老黄牛，老刘无论是去砍柴还是担水，都变得异常困难，像蚂蚁搬家一样，一点点运输。老刘全指着卖牛的这点钱活着。可是当晚他刚躺下，一个男人就闯进来，对着他一顿打，让他交出卖牛的钱。这人已经盯老刘好几天了，不拿到钱誓不罢休。老刘起初还死死撑着，可他越打越狠，老刘最终还是没承受住。这一晚，老刘除了留下一顿打，其余的什么都没留下。第二天，他来到父母的坟前烧纸，给他们叩头，做最后的道别。随后找了棵歪脖树准备上吊。老刘啜泣着，全身都在颤抖，手拉着上吊绳，哭声越来越大。片刻，他解开上吊绳，他不敢死。老刘已经到了生不如死又不敢死的年纪。从山里出来，他直接去了卫生所买安眠药。他想直接买1瓶，医生却说上面有规定，每次最多2片，2片就2片吧。晚上，老刘做了猪肘子，买了酒，可往日最爱吃的食物，如今味如嚼蜡。香甜浓郁的酒，现在辣得人浑身都疼。老刘实在没有胃口，他将安眠药混着其他药1整瓶喝下，准备离开这个世界。第二天，邻居来喊他打扑克，老刘一动不动。邻居摇晃他的脑袋，他还是没有反应。邻居继续加油，老刘只得坐起来。他又一次失败了。一次次自杀失败后，老刘打消自杀的念头，将就着度过每一天。这天，一个公益律师找到他，免费帮他解决儿子不支付赡养费的问题。这是件好事。可当老刘知道如果自己赢了，儿子可能会留下案底，个人征信受影响，他立马回答：我不起诉了。在老刘的观念中，儿女可以不像儿女，但当爹的一定要有爹养。傍晚，村长找到老刘，告诉他破屋已经卖了，你明天就得搬走。老刘感慨，年轻的时候光想着拼命干活，有儿有女，老了干不动了，好想轻浮，老了才发现死了才算享福。村长宽慰他，老话说得好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你有一口气就能赖，气都没了，你赖谁去？看看咱腿儿有多少不如你的，你这样想就能对付对付，再多活2天。
老刘吃完最后一个馒头，收拾行李离开破屋时，正好是除夕，各家各户都喜庆地贴着对联，挂灯笼，期待或享受着阖家团圆。老刘拖着东西走街串巷，从天明到天色暗淡，北风呼啸着，雪花胡乱飞舞。老刘闷着头向前走，至于走到哪里，他不知道。冬天里是由彭世刚编剧并执导的剧情片，曾入围第10届西宁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，讲述了农民老刘悲惨的晚年生活。自古以来就有句老话说，养儿防老，可养儿真的能防老吗？我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曾说，要想老匡进家，当需3位一体：一要经济无忧，2要身体健康，3得儿女有成。梁思成将经济排在养老中的第1位，颇有种银子比儿子更孝顺的意思。老刘家也确实是这样，老刘有钱有房时，儿子儿媳好吃好喝带着，没钱没房，立马就被赶了出去。养老第2点是身体健康，正应了另一句老话，久病床前无孝子。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福气，也是儿女的幸运。养老第3点是儿女有成，可什么叫做有成呢？家产万贯吗？诺诺并不这样认为。儿女身价千万，舍不得给父母花1分也是无忧。儿女有成应该是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人，不是吸附在父母身上的寄生虫。老刘对3个孩子，尤其是2个儿子太好了，他挣来的钱几乎都给了他们，家里活也是能多做点就多做点，他不想给儿女添麻烦，儿子却心安理得享受着他的付出。你就应该给我娶媳妇儿，你的房子和地就应该给我，你的所有钱都是我的，给别人哪怕是弟弟都不行。大儿子是寄生在老刘身上的一条寄生虫，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寄生关系会祖祖辈辈传递下去。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，大儿子在院子里扫雪，儿媳在洗衣服，大孙子一边打游戏，一边吩咐母亲送瓶饮料过来。这一幕与老刘忙完回家，大儿子打着游戏说没留饭何其相似。老刘的今日就是大儿子的未来，可悲可叹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，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。